2021年2月17号礼拜三下午5点15分左右，洛杉矶街头，一辆豪华的兰博基尼跑车以120迈的速度撞向了一辆雷克萨斯轿车，这直接导致了雷克萨斯的驾驶员时年32岁的莫尼克当场身亡，而兰博基尼的车主布兰登·库里则只受到了轻微的伤害。案件发生的这条路限速不超过35迈，很明显这是一起因飙车超速导致的车祸。按道理来说，兰博基尼驾驶员布兰登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才对，而案件接下来的发展却真正向公众诠释了什么叫做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这个观念。这起案件没有令人恐惧的连环杀手，却依然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原因就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富人是如何利用手中的金钱和权力，将普通人的生命当作蝼蚁一般对待。这在当今任何国家的社会当中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存在。对于案件最后判决的结果，我相信看完视频的你会跟我一样血压上升，一起来看一下案件的详细始末吧。俗话说，每个熊孩子后面定然有一个熊家长，对年轻的布兰登来说也是如此。他的父亲詹姆斯·库里就是他背后的那个熊家长。詹姆斯是一位发迹很早的商人，他在读完 MBA 之后就凭借房地产经营挣到了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之后又成立自己的公司，将自己的公司发展成一个多元的企业，其中最挣钱的业务当属他的游戏卡片机交易业务，成为了各大游戏厂商卡片业务的第一代理人。凭借独到的眼光，詹姆斯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詹姆斯有着非常高调的性格，他非常不认同闷声发大财的道理，他会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扬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鼓吹金钱能带给个人的各种好处，还会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价值800万美元的豪宅，还有众多的兰博基尼跑车。这种高调让他在社交媒体上成功吸引到了超过190多万的粉丝，妥妥的一个头部大 V。 而且他还有这不俗的外表，这让他在社交媒体上更加受到追捧，很多无脑粉丝对他极尽夸赞之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詹姆斯这样的性格也严重影响到了布兰登。虽然布兰登年纪轻轻，但已经学会了有样学样的跟父亲一样炫富。在布兰登17岁顺利拿到驾照时，詹姆斯大手一挥给布兰登买了一辆属于他自己的兰博基尼，这辆车总共花费了接近22万美元，但对于詹姆斯来说，这比起自己的宝贝子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有了自己的豪车之后，布兰登会经常跟自己的朋友飙车。案发时，布兰登就在跟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在那段路上进行飙车，这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我们再来说一下被害者莫尼克。莫尼克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文员，父母也都是普通的工人。案发时，莫尼克正在攻读法学学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来也可能成为一名律师。但很遗憾的是，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天。我们把目光拉回案发的当天，车祸发生之后，警方和消防人员迅速赶到了车祸现场。他们看到现场一片狼藉，雷克萨斯轿车已经完全损毁，外部严重变形。车内的莫尼克当场身亡，兰博基尼这边也损毁相当严重。但驾驶员布兰登被救出之后，检查后发现他身体根本没有什么大碍，只有几处擦伤。警方通过附近监控和现场调查，认定布兰登应该对这起车祸负起全部责任，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布兰登却并没有被直接逮捕。这件事情在任何一个人眼中都是极其严重的一起事件，但对布兰登来说，他好像并不在乎，好像死一个人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该怎么参加豪华派对还参加豪华派对，该过奢靡的生活还过奢靡的生活。自己富人的生活方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自己的生活。本来这起已经明确定性的案子，警方这边的调查却进展缓慢，他们似乎在故意拖延什么，而莫尼克的父母却只能默默承受着失去女儿的痛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明确的案子却能拖这么长时间。关注这起案子的人自发地在事发地点对莫尼克举行了悼念晚会，对于警方的不作为，大量的公众上街进行了游行。而这个时候的布兰登在干什么呢？他还是在继续过有钱人的日子。在一次参加晚会时，有人当众指责他是杀人凶手，但布兰登毫不在意这些指责，他甚至还对着指责者嘲讽。詹姆斯和布兰登的社交媒体迅速被大量不满公众攻占，在他们发布的帖文中转发案件的相关新闻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声援莫尼克家人的行列当中。他们还在詹姆斯的社交媒体中发现了詹姆斯边喝酒边开车的视频，还有他跟儿子布兰登一起飙车的视频。看来这对父子平常也没少犯下违反法律的事情，但是凭借自己的权势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案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布兰登始终没有表现出一点悔过的意思，他坚持声称自己当时并没有飙车行为。但案发时有大量的目击证人证实了他确实在和另一辆车飙车，因为案发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期，布兰登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在繁华街道上公然飙车。2021年3月10号，詹姆斯发出了道歉公告，开始为自己儿子的听证会进行表演。4月21号，布兰登在其母亲的陪同下出庭受审，他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向被害人家属进行道歉，并承认了检方提出的驾车杀人的指控。但布兰登的此庭审被外界看成一次表演，公众看他在车祸发生后的表现，始终不相信他是真心悔过，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最小的刑罚而进行的表演。在等待量刑听证会的2个月时间里，布兰登一直在自己家中被监禁，他根本在事故发生之后就没在看守所待过一天。2021年6月30号，量刑听证会举行，布兰登的律师以布兰登可能会患上抑郁症为理由，申请对布兰登减少惩罚。最终法官接受了这个请求，即使这听来很扯。按道理来说，驾车致人死亡最高可以被判6年的，但法官以布兰登是未成年人为理由，减轻了布兰登的刑期。他最终被判在少管所服刑7到9个月，但缓刑4年执行。意思就是布兰登当天从法庭出去之后就可以回家，只要这4年当中不再出幺蛾子，他完全可以不去服刑。判决发出之后，莫尼克的家人表示难以接受这样的判罚，但这起案件在法官落锤之后就已成定局，无法改变。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是布兰登的父亲做过什么交易，但这个判罚确实难以服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布兰登准备听证会的期间，詹姆斯还因为家庭暴力被捕。真是一个老子混蛋，而混蛋的典型。案件到这里就分享结束了。关于本案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下关注、点赞、转发支持。下期见。